东澳岛是伶仃洋里一座常住人口只有400多人的小岛。这座小楼是岛上唯一的一家医院，3名医生、3名护士，常年守护着岛上居民和过往船员的健康。就在几个月前，这家医院刚刚成为全国首批5G 智慧医院海岛基地。你现在痛是吧？痛。好，这样你放心，我们把你的心电图结果用5G 已经传输到西人民医院的心电图专家那边，等他们出了一个会诊的结果以后，我们再做下一步的决定。然后你放心哦。这位岛民病情危急，超出了海岛医院的救治能力。院长蒋邦坤不得不马上向远方请求支援。根据紧急预案，珠海市人民医院相关科室专家迅速就位，他们利用5G 远程诊疗平台实时会诊。5G 时代的到来，给医疗领域带来了一场空前的变革。这位岛民最终赢得了这场与时间赛跑的胜利。今天，世界再次站在科技大爆发的节点，人工智能、5G、大数据应用等前沿科技，已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量，深入地走进我们的生活，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找更强大的科学技术，为人民服务，为国家的强大服务。如果到了那个时候，那我们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整个人类社会的所有方方面面的水平都远远提高。这些即将改变世界、塑造未来的前沿科技，承载了人类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未来已经不仅仅是想象。我们正在创造未来。芮乃伟是世界上第一位9段女棋手，也是吴清源的关门女弟子。吴清源是围棋界传奇般的存在。他曾创造了在10番棋擂台中击败同时代所有超一流选手的战绩。今天，芮乃伟和她的丈夫9段棋手姜铸久专门拜访人工智能专家金幸博士，希望利用金幸研究开发的星阵围棋程序复盘吴清源的棋局。星阵是一款人工智能程序，他曾经4次赢得世界 AI 围棋大赛的冠军。现在我们在围棋上产生了这种人工智能技术突破，我们用的是一种深度学习的方法，从大量的棋谱中学习正确的走法，学习棋谱里边的内在规律。机器学习的模型非常复杂，给它足够多的数量的棋谱，它的学习能力是非常强大和惊人的。芮乃伟曾经非常排斥人工智能。李世石和阿尔法狗的那场比赛，让芮乃伟对自己一生钟爱的事业产生了怀疑。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是棋手里面最难过的一个。我每天我李世石第1盘输的时候，我难过的，他们说我要死要活的，就是不能接受。围棋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棋类游戏。在计算机深蓝战胜世界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之后，围棋成为人类在人工智能面前维持自信的最后堡垒。根据当时计算机运算能力，如果想要推演出围棋的各种变化，科学家们估计需要将全世界的电脑组合到一起，运算100万年才能完成。
显然，人类轻视了人工智能的学习能力和进化速度。仅仅20年后，人工智能就以这种激进残酷的戏剧性的方式，宣告人类在围棋领域已经毫无胜算。人工智能以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出场，显然并不仅仅是为了赢得比赛。科学家们最终的目的，是把这些算法应用到社会更广泛的领域，为人类服务。新政其实觉得在这个地方，白直接就棋挂角不要黑棋直接就不要应了，在这边。从这边呢？这3个点其实都有。啊，这3个点。我师傅下完那个布局，白棋领先10目，那这个东西人肯定说不出来。新政可以用具体的目数来告诉我们，可以拿胜率来告诉我们。现在，从确定药物分子结构到提高药物开发效率，从研究地震、海啸的预防，到人脸识别系统的开发应用，算法已经在当今社会的各个领域显示出巨大的能力。人们不再怀疑，未来人工智能一定会像水和空气一样，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发展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在最初的痛苦过去以后，我是很庆幸，正在这个人工智能突然冒出来把围棋破解的那个时代，我们还是很幸运的，能够知道更好的围棋应该下在哪里。人工智能的实现基于2个关键点：一是要有高质量的数据，2是要具有高速处理系统。人工智能能够帮助人类实现对信息的感知、处理、决策及反馈，这一切都离不开超级计算机。这是当前拥有全球最强算力的超级计算机之一——神威太湖之光。它为什么叫超级计算机？那么，顾名思义呢，就是因为它的计算能力超级强劲，所以叫超级计算机。它相当于几十万台这个家用电脑的计算能力。在今天看来，超级计算机说到底还是属于传统计算机。它由8个网络机柜、40个运算机柜、40960块中央处理器组成。虽然计算能力超强，但是体积庞大，耗电量巨大。它运算能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硬件的堆叠。由集成电路、晶体管和电子管等电子元器件组成的电子设备，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就将人类带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基电子元件已经逐渐接近理论极限。想要获得更高的性能，人类急需找到新的解决方案，突破迫在眉睫。就在这时，一个全新的名词出现在人们面前：量子霸权。量子霸权是指的是量子计算机，它处理数据的速度比任何经典计算机就电子计算机的超算中心最好的那个速度还要快。那么这样如果真实现的话，那这个量子计算机的这种处理数据的能力就是天下无比，没有什么任何的工具可以跟它相比。量子，这个在当下被频繁提起、有些不明觉厉的新概念，其实早已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按照德瑞讲是用光量子理论来解释光电效应，这是成功的。那年近80的郭光灿院士，是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主任，也是国内最早从事量子领域研究的科学家。利用量子理论开拓出晶体管，最后发展成为我们现在的手机、电脑。利用光的量子论发明了极光，所以导致现在的互联网。所以我们现在的信息时代所用的这些工具、这些原理，都是来源于量子力学的。
当牛顿第一次将光分解时，人们才认识到，原来阳光是彩色的。当爱因斯坦写下 E 等于 mc 的平方后，人们知道了，时间也可以是相对的。同样，当我们用宏观世界的思维去理解原子级大小的微观世界时，一个至美的、极具规律和秩序的微观世界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人们对这个看似不可思议、无法企及的量子世界的探索。量子计算的话，它实际上的计算单元是量子比特。经典的比特它实际上是以高低电平来表示它的0和1，但是量子比特它实际上也是编码0和1，但是呢，量子比特它可以处于0和1的这样一个叠加态。这种不确定性是量子世界的本质特征。正是这个特征让量子霸权成为可能。一切已经在路上。这些芯片就是研发团队实现量子计算机的基础和关键。这个芯片的话，就是我们做一个量子计算的一个最小单元，我们用来编码比特。然后，如果我们这个比特能够多的话，我们就可以实现更复杂的这个量子计算过程。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一个大规模扩展的话，我们将来的话就有可能会实现一个这个通用的这个量子计算。随着量子比特的增加，量子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将会以指数级增长。专家指出，用超级计算机需要大约1万年来完成的计算，用一个有相当储存功能的量子计算机，大概只需要3分钟。量子计算机处理数据的这种能力和电子计算机相比，相当于电子计算机和算盘的能力相比，我们人类的社会已经从算盘时代到现在的电子计算机时代，你看大家都感受到它的威力，是吧？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离开电脑、离开手机，我们不知道怎么生活了，对吧？尤其年轻的一代，如果我们到了量子计算机，那我们社会又要发生另外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你可以想象，那个社会要到来了，我们整个社会有多大的进步？所以我们说，量子力学第2次量子革命会给人类带来一个新的阶段。借助量子计算机磅礴的算力，可以解决当今超级计算机无法胜任、具有重大实用价值的问题。人们可以精确地知道某一个时刻的降雨量，可以提前1个月甚至1年预测到地震的发生时间，可以大大缩短研制新药的时间等等。尽管距离实际应用仍有漫漫长路要走，但是就在2020年年末，人类已经成功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里程碑式的突破。量子科技赋予了未来更多的期待。在传统的建筑领域，人们也在借助新材料和新手段，尝试着制造新东西。外滩一直被看作是大上海的标志，建筑是时代的一面镜子。黄浦江两岸风格迥异的建筑群，浓缩了上海100多年间的发展史，也生动地呈现着100年间建筑的进化史。新尝试就发生在上海的一间写字楼内。我都觉得建筑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类的工具，它是与这个科技进步、生活需求不断提高的息息相关的一个人类最重要的载体。于婷一直尝试在建筑领域植入新的技术手段，创造全新的建筑理念。2018年，于婷接到一个新的项目，设计一个名叫“结缘堂”的建筑。结缘这个词，中国人很容易想到古代的文化形象叫月老，月老的一根红线。那么我最初的设想是，我是不是用红线或者绑出一个建筑？于婷想用红色的线缠绕在钢架上，解构出整个结缘塔。但很快，
他就放弃了这个想法。这是装置，不是建筑。如果这2根柱子啊，可以往里面再进来一点，就更好。灵感在苦苦思索后终于清晰，于婷想到了一种新材料——碳纤维，并采用机器人编织的方式来完成这个创意作品。碳纤维被世界公认为是未来建筑领域最有前途的复合材料之一，由比人的头发丝更细的碳原子丝组成，耐高温、抗腐蚀，比钢材轻，却更加坚固。碳纤维它本身是抗拉强度比较强的，我们会把碳纤维作为一个复合材料。那复合材料其实它是碳纤维加上环氧树脂，同时具有抗拉跟抗压的一个特性。机器人以7200米连绵不断的碳纤维束，耗费90个小时，编织完成了这个高4米、宽3.8米的建筑构件，而且是一次成型。这是与以往经验和做法完全不同的思路，完全不同的手段。也许，未来就在这些还不成熟的尝试中孕育着。如果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建筑变成不同轻质但是坚固，可以跟着你的生活从上海搬到北京，插入到你新生活当中去，这样子的未来是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但是值得期盼。千百年来，人类以建筑材料的演进为基础，不断铸造并以此改进城市的面貌。未来，随着更多性能先进、节能环保、绿色洁净建筑材料的研发应用，一座座超出人们想象的建筑将出现在未来的城市中。如果说汇集了人类智慧和科技手段的建筑塑造了城市的面貌，那么丰收的田野就是大地最美的风景。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国家，粮食安全历来是中国人极为关心的大事。而保障粮食安全，科技的力量必然是重要的手段之一。瑶瑶是当地种粮大户，今天，他特意来到这片试验田里来看一下收成。春天时，他在这片田地里播撒的是一款全新的高科技手段培育的稻种。今年我们这里敷了洪灾，1个月没有光照，仍然在我这里表现得到了丰产的水平，得到了250公斤的产量。中国水稻平均亩产500至600公斤，在受灾的情况下，这里实际亩产依然能达到800公斤。这是一个沉甸甸的数字。这一切源于李家阳院士率领的团队以分子育种的手段培育出来的新稻种。如果我们育种不是光看它的，可是看到的这是性状之外，我们要能知道它的决定它的分子的本质的东西，那在这个水平上去进行育种，我们就叫分子育种。我们知道每一个性状，大穗、大粒、抗打伏，那这次基因聚合在一起，它就有这次高产的性状。把这个后代我们就可以很好的选择，它既有高产的性状的基因，又有优质的好吃的类似性状的基因在里面。李家阳院士和他的团队通过分子设计育种技术，精准选出高产与优质的控制基因，组装在一起，试图破解水稻高产不优质、优质不高产的难题。而关于未来的设计，他们已经开始在实验室中试验。技术的革命啊，就带来了我们消费方面的一个升级换代。那未来我们的育种也可以按照消费者的需求进行定点生产。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抗性淀粉的大米，它吃进去之后，它的这个消化比较缓慢，血糖里面的糖的含量比较平缓。
这个大米它也改善了我们的肠道的这个菌群，就是实验有糖尿病人可以吃的，甚至于是减肥人口他能使用的。民以食为天，科学家们已经在尽力满足人类吃饱的同时，开始设计让细分人群吃好的问题。前沿科技正润物无声地走进传统农业，以高科技新手段为代表的现代农业，正在这片希望的田野里上演。桑蚕，让中国丝绸成为改变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力量。从荒漠戈壁到大海汪洋，勤劳智慧的中国先民，开启了史诗般的东西方文明交流，让丝路花语的传奇绵延数千年。21世纪的今天，桑蚕也走进了科学家的实验室。他们给桑蚕喂一种喷洒过特殊碳材料的桑叶。吃了这种桑叶后，蚕吐出的丝不但更加结实强韧，而且碳化后的电导率高出10倍。这种神奇的材料就是石墨烯。实验数据表明，石墨烯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薄、最轻、最强、最坚硬的材料，被誉为未来的新材料之王。但他的发现却充满了戏剧性。2004年，英国的科学家海姆和他的同事用胶带反复粘贴一块很薄的石墨，经过无数次的撕合后，终于剥离出只有1个原子厚度的2维材料——石墨烯。当然，现在的科学家已经不需要再用这种原始的方法来获得石墨烯，他们已经掌握了更为先进的科学方法。我们主要是在金属铜箔上，在1000度的高温环境下，把甲烷这种气体分子的碳源通到高温的化学气象沉积系统里，它裂解以后产生的碳原子，它们逐渐就排列成6方密台堆积的单原子层的石墨烯材料。我们做的石墨烯的高端材料的研究，包括批量自备，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中国是石墨烯资源大国，也是石墨烯研究和应用开发最活跃的国家之一。魏迪带领他的团队，正在从事石墨烯电池的研究工作。我们在探索杀手锏级应用，来应用我们普通的日常生活。那比如说，我们目前可以做到一个全柔性的石墨烯的电池，10万次大概1天的时间能够做完，30个小时。未来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未来你的牛仔裤的裤兜里面就是这样一个柔性的电池，再加上 NFC 的电路，只要你把手机放到裤兜里面，你的手机在自动的给它充电。在人类从硅到碳的演变进程中，传统意义上的有机材料越来越多地应用在全新的领域，在可穿戴设备、新能源汽车、信息产业、健康产业等方面，石墨烯的特殊性让人们对它的广泛应用充满好奇。探索的路上，永远有梦想在牵引。而对于袁庆新来说，他的梦想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他的母亲手术后能够和正常人一样站起来。今年的4月份呢，带他做的那个换髋手术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说目前来说九院这边应该是国内是最先进的，所以说我们转到这边来，看看能不能达到我们满意的自己的要求的那种效果。这个病人都72岁。女性，她是因为骨性关节炎。上海第9人民医院针对病人的诊断会议正在进行。郝永强决定用3D 打印的髋关节为患者手术。这个病人来说的话呢，他已经应用了传统方法已经失败了，所以3D 打印个性化假体是他的必然的选择。3D 打印技术跨越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鸿沟，
掀起了一场产业、设计以及材料领域的大变革。如今，这场变革蔓延到了医疗领域，带来一种全新的医疗理念。上海第9人民医院是国内最早实现3D 打印个性化关节假体的医院。个性化需求一直是医疗领域追求的目标。3D 打印技术为个性化医疗开启了一扇充满想象与希望的大门，实现了医疗由削足适履向量体裁衣的转变。在此基础上，医疗专家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充满想象力的方案——生物打印。这个目前是我们通过软件构建了一个耳朵的一个3维的一个模型。然后呢，我们是想把它利用这个 FDM 的一个3D 打印设备去把它打印出来，通过体外的细胞培养，再到体内去植入。最后呢，因为随着材料的一个降解，最后呢，它可以真正的形成一个人工的耳朵。同样令人振奋的试验，正在实验室内静静地孕育着。徐明恩教授正在依据电脑中的复杂3维结构图，打印肝脏组织单元。这个就是我们按照肝脏的结构仿生结构打印的肝组织。那么目前呢，它是一个高度透明的一个小结构。那么内部呢分散了大量的肝脏的细胞，在我们体外再经过一定的诱导培养之后呢，细胞呢会增殖分化，然后发生迁移和连接，最后呢形成这个各种肝脏的功能。今天，全球每年有600多万人在等待器官移植，而满足率不足1%。一旦生物打印技术成熟，它可以打印包括心脏、血管、肺部等各种组织器官。这对于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而言，将是他们获得再次重生的机会，更将是人类健康医疗领域的又一次革命性跨越。我们以后的器官，比如说心脏出现衰竭了，我们给它打印个心脏；肝脏衰竭了，帮它打印上。那人类的整个医学治疗会迈上很大的一步。郝永强教授亲自为袁庆新母亲主刀的手术开始了。3D 打印出来的骨关节，顺利地植入患者的身体，同时植入的是新科技手段带来的新希望。ICU 去，他的 ICU 去这个好。非常辛苦。清华大学内，一场特殊的表演正在进行。这是国内第一个完全由机器人组成的中国风乐队。乐队的成员由3个机器人组成，不经意
你心中所想的，可能就会变成你现实所见的。一望无际的沙漠中，不仅为人类保存了敦煌莫高窟这一世界文化遗产，同样，也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资源，等待人类去开发利用。能源是人类发展进步的基础，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发展新能源，从风能、太阳能到氢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逐步受到科学家们的高度重视。黄文博是敦煌100兆瓦光热发电站的副总指挥长。这一片戈壁滩上的1万多面镜子，就是他的杰作。这是全球单机聚光面积最大的塔式光热电站。如何持续稳定的供电，是太阳能、风能发电的关键。这个电站成功解决了光伏发电与风力发电电能无法存储的问题。我们用的是大量的智能化的一些机器人的一样的一个镜子，然后呢，它有1万多个，每个里面带着35个小镜子，它在不同的位置，要把阳光同时反射在一个点，把能量通过聚焦、储存、换热、发电。1万多面镜子就像向日葵一样，追随着太阳运动。白天在发电的同时，可以将多余的热量储存起来，晚间再将这些储存起来的热量释放出来。这个年设计发电量3.9亿度的电站，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35万吨，创造相当于1万亩森林的环保效益。5、4、3、2、1，起爆！这是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的场景。它的原理就是模仿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这种反应在太阳上已经持续了50亿年。自然界中最容易实现的核聚变反应是氢的同位素氘与氚的聚变。我们如果从一升水里面提取的氘，全部聚变反应产生的能量相当于燃烧300升汽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聚变如果能和平利用，那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此，科学家们希望发明一种装置，可以有效控制氢弹爆炸的过程，让能量持续稳定的输出，彻底解决人类的能源问题。这就是用来控制核聚变反应的磁约束装置——环流器。科学家们给它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人造太阳。上世纪60年代，大学刚毕业的严东海来到四川乐山，从事核聚变的研究工作。这是我，这个就是我。在环流器上，我们所有的科研成果取到了6000多样成果。那个是一心想实现，但是遇到的困难很多。一个10年又一个10年过去了，严东海退休了。但如何控制住核聚变产生的巨大能量，始终像一座无法翻越的大山，横亘在科学家的面前。
是我们中国最大的受控核聚变试验。答案只能在浩瀚的宇宙中去寻找。2020年7月23日，中国的火星探测器天问1号搭乘长征5号火箭，从海南文昌发射升空，正式开启了中国的火星探测之旅。探索浩瀚宇宙，是中国人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解源泉。汇聚尖端工业的航空航天事业，可以大大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我们国家过去50年就是航天取得的成就，全部是航天国家队科学院所那么在这个角度上取得的成绩。2014年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开始引人瞩目地进入航天领域，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它的背后是社会进步的需要，科技创新的驱动。王阳就是在这个时候创办了自己的卫星公司。那么现在新兴的这些商业卫星公司呢，它更多的实际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以客户需求为出发点的一些商业行为。商业航天已经成为21世纪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火箭与卫星是航天事业的2大支柱。就在王阳准备发射自主研制的第1颗商业卫星的同时，在浙江湖州的一片大山里，蓝箭航天80吨级别的火箭发动机正在准备点火试验。601号，你们最后试车前一定要再核对一下数据的这个勾选情况，千万别漏了。张法是蓝箭航天在湖州火箭实验基地的负责人。为了建设这个基地，他在湖州的这片大山里已经待了2年时间。为什么要建这个试车台？为什么要对发动机进行2万秒的这个试车考核呢？主要就是为了考核发动机的各个性能。然后用一遍一遍的失败，用一遍一遍的这个实验测试，保证我们发动机在飞行过程中万无一失。各岗位注意，准备进行第3次综合测试。601号电测启动。105正常。正车压。5、4、3、2、1，启动。启动。火箭点火试验成功，不久的将来，它将承载着中国年轻一代航天人的梦想，飞向太空。浩瀚宇宙，星汉灿烂，在离地球500千米的太阳同步轨道上，一颗名叫悟空的卫星巡天而行。它已经在太空中运行了1000多个日夜。它的使命是在茫茫太空中寻找一种特殊物质存在的证据。这个特殊的物质如果被发现，必将颠覆人们对宇宙的认知。很多年前，科学家们研究发现，由原子组成的物质只占宇宙总质量的5%，其余95%的物质是什么？至今一无所知。于是，科学家们将它称为暗物质，并猜测，
暗物质决定着宇宙中星系的起源、形成与演化。为什么要研究暗物质、这个太空探索等等这样看上去没有特别直接用处的这些研究呢？总书记实际上曾经在2019年6月份发表过一个特别精辟的论断。他指出呢，基础研究是所有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为什么说叫总机关呢？实际上，它说明它牵引了我们所有的科学问题的一些发展。悟空号已经上天4年了，对吧？我们的首批成果是2017年发布的，那么大家非常关注，所以说我们肯定有必要在例如明年或者后年吧，要发布新的结果。你那边模拟这方面的资源安排的怎么样？哦，就是一切都按照。范一中是悟空号科研团队的负责人，他们要分析从外太空传回来的数据，期望从这些海量的数据中寻找到暗物质存在的证据。我们每天是收集500万个粒子，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快接近70亿个粒子。所以我们团队的话，主要就是说要把卫星收集的数据还原为天上真实的一些东西，然后再根据这些东西来推断是不是哪个地方有暗物质迹象。北京时间2019年9月28日，中国暗物质卫星项目团队公布第2批科学成果。基于前2年半的数据，悟空在国际上首次利用空间实验精确描绘出高能质子宇宙射线能谱，并观察到能谱新结构。这一发现对揭示高能宇宙线的起源以及加速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你说我们人类有今天这样高度的文明，显然是由于科技带来的。那么科学家的使命就是不停地检视旧的一些东西，然后发现新的东西。科学的进步就这样。他们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深化着对宇宙的认知。经年累月中，每一次新发现都会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好奇是人类的天性，人类一直想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在西安的这家航空科技馆内，参与嫦娥系列工程的科学家们正在认真地回答着孩子们充满好奇的问题。我想知道宇宙中有没有虫洞，宇宙里面有没有外星人？如果地球真的遇到时空裂缝而被吸进去不出来，会咋样？往太阳系深端走的那个卫星呢，现在想的是要走20年、30年。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孩子们天真的提问，正是源于对未来世界的好奇。而人类的历史，就是从幼稚中不断成长，走向成熟的过程。今天的好奇，会种下希望的种子。当孩子们长大时，这希望的种子会萌发，终有一天会结出丰硕的果实。而那一天，又将是人类在前进的道路上迈出一小步的时刻。希望是遥远的，希望其实并不遥远。希望在对未来的期待中孕育，希望在对未来的探索中实现。科技创新在引领社会走向未来的同时，改变了过去和现在。人们的生活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升级迭代，人们所向往的美好生活就在这种创新中不断实现。这是一个创新的时代，一个科技改变生活、智慧创造未来，一个充满希望、幸福美好的新时代。科学技术的这个发展，不仅让我们生活带来方便、效率更高，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人类本身的生活的品质更高。可能我们在医疗领域也会有更加巨大的发展。
比如说，我们可能已经攻克了癌症。我觉得在未来应该是人工智能和人和谐共生的这个模式，才是真正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吧。真正它可以做的事情是把人解放出来，让人在用更好的方式、更文明的方式生活在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未来的社会生活应该是普惠的。对，比如说边远地区的儿童可以通过智能技术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让教育越来越便利。我希望未来的智能社会里能够有更加清洁的空气，能够有更加清澈的河流。我们的美好生活追求就是说，一个非常美好的环境里面，能够创造出美好的成果，能够分享这样美好的成果。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结合，会加持我们的生活方式，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我们一起走过美好时光，你轻抚记忆的相框。我认为在将来，虚拟现实技术和现实的结合会更加的紧密。比如说，我们戴上 VR 眼镜就可以实现足不出户遨游全世界。我们一起仰望，徐徐朝阳，我迷恋一路的情。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我认为我们可以突破地域、突破国界，甚至突破想象。我觉得在未来的生活中，无人驾驶汽车将成为生活的常态。未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不会再有战争，不会再有饥饿，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美好。